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号，12月3号和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日整整1个月。那么1个月过去以后，总统当选者仍然没有产生，可以讲美国这次的变化是在美国建国200多年历史上美国总统大选中最扑朔迷离的一次。那么到了选举日已经过去了1个月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么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关心的是2件大事。首先第一件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美国。曾经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多次谈到过，美国呢有过这么一个传闻，就是说禁止共产党员可以入境美国，美国要打击中国共产党员随便在美国办理入境、办理移民、办理绿卡或者是申请美国国籍。过去呢，美国呢一直有这种传闻，那么落到实处，也就是美国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禁止共产党员入籍，曾经呢已经发过文件。那么今天，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12月2号，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规定，也就是对任何共产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进入美国呢，对他们的签证进行限制。这个限制呢，就是把原来这些人持有的10年签的旅游签证呢，给他们只有1个月单次入境美国的机会。这样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家属啊，你们想申请进入美国，那么你们的签证，不管你们过去什么时候签到的，是10年签还是其他签证，你进入美国只有单次1个月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单次1个月里面要接受美国的审查，很可能你这个人会被美国终身禁止入境。至于在美国办理绿卡、办理入籍，那是完全没有可能了。这个已经有多个案例，我呢在这里呢不一一去描述，明确就是告诉大家，川普总统打击中共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谁也动摇不了。不管这些人怎么去破坏大选，不管川普总统他最终是否连任，能够得到什么时候确认，川普总统作为他现在是当任总统，他毫不犹豫的就出铁拳打击中国共产党。所以那些在网络上造谣说川普跟中共勾兑不打击中共的这些人，我觉得你们是瞎了眼。你们可以看看川普总统他具体的行动，限制中国共产党员入境就意味着什么？中共那些大官贵人，他们包的那些情人二奶，他们的家属藏在美国的资产全部要泡汤了哇！你人都不能来了哇！你资产沉淀在国家有什么用啊？你能享受到一分吗？所以说，限制共产党员入境，实际上就是把中共这个政权啊，所有的权贵们都挡在大门外面了。因为中共大家就知道，中共所有的这些权贵们，所有中共掌握权势的这些腐败官员们，哪个不是共产党员啊？他们这些人的直系亲属，仗着他们的丈夫在国内可以做高官，可以贪腐人民的财产，然后把这些财产全部转移到美国。今天美国就已经教训了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了。到美国只能单次入境，出去一次就再也来不了了。你一次入境这1个月之内，你来处理财产，还要符合美国的所有宪法规定。如果违反美国的法律，你这些财产虽然谈不上叫冻结查扣，但是你至少是拿不走了。这些财产你就撂在美国吧，美国就给你这个规矩啊，只能来一次啊，来一次30天啊，30天里面还要接受审查，就这么简单，下次来不了了。这是指已有10年签的，没有签证的你就永远也签不到签证了。你说共产党员美国怎么掌握？我告诉你讲啊，共产党员所有的组织关系都在当地所有的那些党的组织部里面，他们全有每一个党员的个人信息。光网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开的一个省一个省的这个组织信息，就是某一个省里面全省所有党员的个人信息，在网上都能看到。更何况美国中情局难道不掌握吗？我可以讲，每一个共产党员你都必须登记的，你登记的那些所有的组织机构建立的那些档案表册，美国中情局全部掌握。所以说你不要认为你是共产党员，美国人掌握不了，或者有人说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他家属是共产党员，他爸爸是共产党员，他妈妈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一个亲属关系。你觉得你隐瞒得了美国你和你党员父母的这些亲属关系吗？或者是你们党员配偶的亲属关系吗？你根本就隐藏不了。不要把美国中情局认为是吃干饭的，美国中情局对你们这些事情了如指掌。你不相信你就去扯谎，但是你撒谎付出的代价比不给共产党员入境的代价要大得多。你不相信就试试嘛。所以说，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共产党打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那么这个法令国务院宣布以后即刻生效，也就是立即就生效了，从现在开始起已经生效了。共产党员再进入美国比登天还难，你来就很可能不一定能回去了，因为不回去不是你在美国可以享受美国自由社会、自由民主繁华的天堂，而是在美国的监狱里面，监狱服完刑以后仍然是遣返。这种人，我相信这种人和这种势力以后会越来越多。好，禁止共产党员入美的事我们就扯到这儿。那么最主要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川普总统昨天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按照川普总统他自己讲，
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里面，川普总统明确列举了大量本次大选里面大量舞弊的现实。然后呢，川普总统他的律师团队呢，正在通过美国的法律，通过司法系统进行申诉，以及美国现在存在问题的这几个战场州，大部分的州现在州议会都开始质询本次大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川普总统他的团队仍然是在追求大选他这个舞弊的真相。川普总统明确就说，我绝不是为我自己能否当选总统，为我一个人而战斗，也不简简单单是为那7400万选民支持我的这些人战斗，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宪法，是为了保证美国每个公民选举的公平权。因为美国的宪法最高的宗旨就是给美国人民以自由，美国人民自由的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美国人民拥有选举权和美国人民拥有拥枪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追求的是美国宪法的执行，是美国每一个公民他们在宪法面前人人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个权利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它剥夺。所以川普总统追求的绝不仅仅是本人大选他个人的当选，而是为美国今后美国任何一次选举要铺平一个绝对防止舞弊、要公平选举的一条道路，绝不允许任何舞弊和不公平的选举行为在美国发生。这是川普总统昨天讲话里面的核心。很多人都说川普总统没讲他马上要拿出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舞弊吗？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不会公开告诉你我马上要采取什么行动。可以讲川普总统是成竹在胸。川普总统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大家都在猜呢。大家别搞错了，今天的川普总统他手上是有公权力的。美国在1807年就制定过反叛乱法，这个反叛乱法里面就明确规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我刚才说过了，美国公民的权利最主要是2项，一是自由，二是拥枪嘛。也就是任何人如果对公民权利进行了破坏，对选举产生了舞弊，而当地州的官员、州政府和州务卿以及当地州的这些官员仍然顽固地坚持舞弊选举的结果的话，总统是可以命令美国军队和国民警卫队进入的，协助当地公民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这种案例有现成的，大家可以去查。可以讲，民主党这些州长，你不要置川普总统对你们的苦口婆心的劝告而不顾，要求你们回归常识、遵守宪法的这种苦口婆心的宣传于不顾。可以讲，一旦进行抓捕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机会都没有了。你从很多现在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主流媒体呢，它是不会宣传的，但是呢，我们这些自媒体，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报道，因为我们现在叫传播真相。美国特勤局已经把之前保护拜登的人数从52人已经减少到9人，就是重新回到了总统候选人的待遇。因为总统候选人呢，为了保护你因为全国可能要进行演讲造势嘛，所以呢有9个保安，有特勤局有9个保安来保卫你。一旦你成为当选总统，或者你是在任总统，你才可以享受有52个人的特勤保卫。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特勤局已经把拜登曾经被媒体宣布过他是当选总统，把他从52个人的这个特勤保卫呢，已经下降到他在竞选时候候选总统候选人待遇的那个9个人的保护，而不是当选总统的待遇了。可以讲，这个如果不是有了新的判断，美国特勤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同时，美国联邦总务所之前答应过给拜登过渡内阁要交接的经费，实际上到今天都没有拨付到位。特勤局和联邦总务所的变化，往往是可以体现他们最早的掌握美国总统大选里面选情的变化，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变化，说明他们已经知道美国总统大选未来的走向了。尤其是左媒的变化，你可以看最近左媒和左派媒体有些知名记者现在已经开始不断地抨击拜登家人，抨击拜登的腐败。左媒 CNN 是最大的反对川普的媒体， CNN 有一个知名的记者叫 Harry， 他对选情的分析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得非常广泛，他就明确认定川普将通过众议院1州1票的选举方式，最终川普总统赢得今年的大选。左媒为什么释放这样的信号？也就是他们看出了今年总统花落谁家，绝不是现在公众所看到的左媒宣传的这个结果。川普在昨天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民主党是操纵了本轮大选，而且他们跟中共勾结。现在的这个结果是中共、俄罗斯、伊朗对美国大选的干扰，以及跟民主党勾结的结果。可以讲，目前的结果，中共是最高兴的。中共就非常希望拜登当选，因为拜登当选，可以讲拜登是重复奥巴马和中国之间的所有的路线，回到那个路线上，中共就可以讲叫如鱼得水。The Democrats had this election rigge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used the pandemic,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China virus,
where it originated, as an excuse to mail out tens of millions of ballots,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a big part of the fraud, a frau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And there is no one happier right now than China. 说真话，很多人在本轮大选中可以讲就像墙头草一样飘过来飘过去，他们一会儿压压川普，一会儿压压拜登，他们总认为川普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交权的地步，很多人感觉到大势已去。你有没有看过川普是一个什么人物啊？川普这个人一辈子在名利场上竞争，他是这个名利场上一辈子的幸运儿，从来没有过退缩，也从来没有保持过沉默。可以讲，到了70岁时候，他奇迹般的成为了一个政客了。而且他当选总统以后，就力排华盛顿的沼泽，他根本不在乎华盛顿那些民主党，包括共和党这些建制派人物给他设置的各种障碍，他力排众议，打破华盛顿里面的政治规矩。所以说，川普是得罪了很多人的，大半个政权都在攻击他，昔日的朋友和部下都在出卖他。但是有7400万美国人民在支持他，可以讲非常多的陌生人，他们都在支持着川普。他们拥戴着川普能够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他们希望川普总统能带领美国，制造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希望川普能拨乱反正，给美国人民带来新的光明。所以说，普通的人都在支持川普，人民在支持川普，有7400万选民在支持着川普，谁能否认这不是代表美国巨大的一个民意呢？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评论到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我说巴尔这个人呢口是心非，他呢对川普呢阳奉阴违，完全是背叛川普。那么网上呢有一些呢做自媒体的人，或者有一些对政治呢几乎叫一知半解，这个智商啊，他这个智商基本上在每次判断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中都出差错的人，反而在网上冷嘲热讽我，说是巴尔是川普的忠实幕僚，巴尔对川普是忠诚的。这个网上传说的这个巴尔的话是假话，巴尔没有这个意思。巴尔有没有这个意思，不凭这个司法部什么辟谣的这个话来讲，要看川普总统怎么看。春江水暖鸭先知，可以讲所有的这潭水里面，川普总统是最知道水温的。今天就有记者专门去问了川普总统对巴尔他的这个谈话你怎么看？川普总统当时他就回答就说，巴尔没有认真调查，铁证如山，他没有去看，他很让人失望。这是川普总统对巴尔的评价。我想川普总统这个评价就足以证明巴尔他是不是对川普总统忠心，巴尔是不是在整个这次大选舞弊事件上司法部尽到了职责。川普总统这个评价已经很清楚了吧？那么那个记者呢就继续问川普总统说，你对他还有信心吗？川普总统没有立即回答，他停顿了几秒以后，他说，过几个星期你再来问我这个话吧。Ask you to respond to the comments by your Attorney General, who indicated he has not seen at this point any evidence of fraud enough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results. Given that, why is now not the time to concede? Well, he hasn't done anything, so he hasn't looked. When he looks, he'll see the kind of evidence that right now you're seeing in the Georgia Senat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hrough hearings right now in Georgia, and they're finding tremendous volumes, so they haven't looked very hard, which is a disappointme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because it's massive fraud. Whether you go to Wisconsin, where we just filed a case, or Michigan, or if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in Georgia, as an example, or Pennsylvania, if you look at Nevada, which is moving along very rapidly, or Arizona, you saw those numbers come out yesterday, we found massive fraud, and in other states also.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fraudulent election that anyone's ever seen. Do you still have confidence in Bill Barr? Ask me that in a number of weeks from now. 这就说明川普总统对巴尔的表现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因此呢，可以讲自媒体也好，网上的所谓政治评论人员也好，他们对川普的认识、对巴尔的认识、对美国政治评论的认识，你从我昨天的评论和到川普总统自己今天的表态，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评论谁是谁非了。我可以讲，我很清楚，我对美国这个政治的研究，我对川普总统他现在腹背受敌的这个状况，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很多人呢都对我呢支持川普而不支持拜登呢感觉到疑惑，他们一定要叫我多说几个理由。我可以讲，我过去的理由已经讲了很多，你现在仍然要追问我这个理由，那么我们就简单一点，对他们两人做一个基本的评价，也就是川普总统是一个政治素人，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一直是经商的，他到70岁突然选举才成为了一个国家总统。可以讲，一个政治素人进入华盛顿，他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姿态，为国家服务的这个信念来到华盛顿的。
另外一个，拜登是经营在华盛顿官场已经47年的一个政治老油子。可以讲，拜登这47年来，除了高喊政治正确，你看他具体做的事，他哪件事是为美国人民负责的？川普总统是洁身自好的，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不抽烟不吸毒。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已经放出了川普总统专门教育美国的孩子，要求他们不吸烟不吸毒不酗酒，而且他对他自己的女儿伊万卡讲了很多遍，伊万卡都嫌他烦，伊万卡就说enough。所以说川普讲，尽管你嫌我烦，但是我还是要讲。那么你看看伊万卡今天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而拜登培养的儿子这个亨特拜登是利用他父亲的身份去捞钱，又是吸毒又是淫乱，这两个儿女的对比，你还看不出川普和拜登的差别吗？川普教育孩子是让那些孩子不吸烟不酗酒不吸毒，而拜登跟那些小女孩在一起生出的是咸猪手。这个网上的视频还少吗？你没看过吗？你说应该选择谁呢？在本轮大选目前来讲，几个战场州现在可以讲争议不断，那么这种争议已经进行了1个月左右，那么大部分的这些战场州现在都举行了州议会进行大选听证。在昨天亚利桑那州这个大选听证结束以后，法院呢是允许川普律师团队呢随机抽样，也就是你们随机抽样200张选票，根据这200张选票，我们根据这个抽样按照比例来判断亚利桑那州的选票它是否是真实的。然后呢，川普律师团队呢就开始抽取选票，抽取到第100张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有3张选票有严重问题。那么这个比例就是3%，也就是100张选票里面有3张是有严重问题的，这3张选票完全是非法选票，完全是不可以记录有效选票之类的。按照3%的比例，在整个亚利桑那州，它所有的选票里面，如果按3%的比例，那就有9万张选票是这样的问题选票。如果扣除这9万张选票，那么川普总统是高票当选，因为现在拜登和川普总统计算了这些所有非法选票的情况下，拜登比川普总统领先也就是1万多张啊。如果这9万张去除的话，那么川普总统不是大大要领先于拜登吗？这是亚利桑那州的情况。那么密歇根州的听证会呢？密歇根州的听证会，我们看到了一段视频，有一个黑人的州参议员，他当众呢恐吓证人，他不问任何跟舞弊有关的问题，他反复一遍一遍盘问证人的姓名，对这个姓名他盘问了几遍。当时法官问这个黑人参议员，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这个黑人参议员讲，我没什么问题，他只需要搞明白证人叫什么名字。你什么意思？你是准备秋后算账吗？你作为一个黑人的州参议员，你在听证会上面，你不去了解所有舞弊的事实，你要弄明白这个证人究竟叫什么名字，而且几次核对他的姓名，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就是恐吓证人吗？ Oka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Miss Johnson. Your name is Jesse. Jacob. Jesse Jacobs. Is that your birth name? Okay. My first name is Jesse. When I was married, my husband's last name is Jacob. When I got married in 1983, 37 years ago, I had my maiden name. That's my dad's house name. It's a long name. Can you spell it, please? K like kite, IZHAKEKARA. Representative, what is your question, please? I'm asking the question. Well, please ask. She g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I just want to know who she is. Representative, please, it's reasonable to ask the name of the person. Yes. I'm with you there. But now that you know it. What was your first name? Jesse. Jesse. J-E-S-S-Y, not E. Jessy. Y.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now please move on to your question, Representative. That's it. You asked Okay. that one. Thank you. Representative. 所以说，你看，民主党选拔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未来如果进入国家，为国家服务，你相信他们会是在为人民服务吗？很多人都以为大势已去啊，拜登肯定当选啊。很多人在网上对我冷嘲热讽啊，叫我赶紧视时务为俊杰啊，说是现在川普已经大势已去了，拜登当选已经是必然所趋啊。包括中共习近平、王岐山都向拜登和贺锦丽道贺了。中共有强大的情报系统在美国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你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啊。
很多人都这样劝我吗？这是一条道走到黑吗？你对政治有分析和判断力吗？是你认为大势已去啊，我一点都没有认为大势已去，相反，我认为川普总统胜利在望。你看，民主党前白宫的战略顾问，民主党的，如果是共和党讲的话，我还有几分怀疑。民主党的前白宫战略顾问叫迪克·莫里斯，他在昨天他就对媒体说，他认为最高法院会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议会里面所有其他州的所有案的把它并案处理。那么一旦并案处理，就意味着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会对今年大选的舞弊形势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当这些舞弊事实无法克服的时候，就是不能排除的情况下，又不能影响今年美国的大选，那么最终做出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做出的结果就会宣布这些问题州、这些战场州，它的选票不具备宪法认定的选举资格，也就是废除掉这几个州的选票。一旦废除这几个州的选票，毫无疑问来讲，就是川普和拜登都达不到选举人的270张票。在双方都达不到270张选举人票的时候，只可能进入议会选举。而议会选举一州一票的情况下，100%川普总统胜出。川普总统现在已经有近30个州绝对的是支持川普总统的，这30个州绝对是川普已经完全赢下。所以说，如果进行议会选举，川普总统毫无疑问来讲是当选了。所以说，你从川普总统团队林伍德大律师他的演讲里面，你就可以看出现在这个形势的走向。林伍德大律师他就明确说，告诉政府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不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忠诚于人民，你们的权利是人民授权的，人民有权利把授给你们的权利把它拿回来。同时他警告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他要求司法部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你们应该做好你们的工作，你们为美国人民工作，你们为我们工作，你们调查舞弊，这是你们的职责。至于 CIA 的局长，就是中情局局长林伍德大律师直接喊他滚出去，你应该滚出美国。所以你看，林伍德大律师对司法部部长巴尔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以及 CIA 中情局局长，他是区别而待的。他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仍然要求他们为美国人民工作，他只是认为你们工作没有尽职责，你们没有把你们应尽的职责把它尽到位。至于中情局局长，他直接认为是背叛了美国，所以他认为这个人应该滚出美国。这是林伍德大律师的讲话。林伍德大律师明确警告，如果共和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们，你们拒绝跟川普总统一起战斗，拒绝支持川普总统，拒绝共和党捍卫共和党的利益，那么共和党最终是不复存在的。因为民主党一旦舞弊成功，共和党以后再也没有执政的机会。可以讲，如果川普总统被你们共和党联手民主党把他做出局，把他挤出局，那么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是完全有能力组建一个新党的。如果川普总统组建一个新党，这个党将大大超过于民主党和现代共和党的能力。因为截止到2020年，共和党党员一共有3300万，民主党党员有4500万。如果川普总统组成一个大党，毫无疑问来讲，现在支持川普总统的这7000多万选民里面，有很多是原来民主党的党员或者是共和党的党员，都会加入到川普总统的麾下。那么比较此长的情况下，也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党员人数会大大减少，减少个1-2千万是最起码的。而川普总统领导的党一定成为这个3个党里面人数最多的。如果到了那时候你能阻挡得了川普总统他为制造美国再次伟大他发挥的巨大能量吗？可以讲，网络上很多都宣布川普总统说他已经接受了2024年在选举，这种话完全是假话，完全是对川普总统的侮辱。川普总统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2024年来选举，2020年选举都失败了，还能指望2024年他们不作假？所以在本轮大选中，川普总统会坚持他自己的立场，把整个消除舞弊的这场战争把它打响，把它打好。所以说，川普总统最终一定会赢得大选。所有那些站在墙上面齐墙乱倒的那些人，你们就等着丢失你们的公信力。因为川普总统绝不是一个嘴巴上说说，而是一个在行动上落到实处的人。和民主党不一样嘛，民主党就是玩个嘴嘛。你看这2天，香港3个年轻人被中共趁着美国宪政危机，把黄之锋、周挺他们都判了。那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马上又表示对黄之锋、对周挺和林朗言的这个判决发出声明了，发出谴责了。民主党谴责是最好听的，历史上无数民主党都在谴责。我们不是说谴责不好，谴责是要谴责，最重要是行动啊。民主党只会玩个嘴巴谴责，可以讲一边他们对中共谴责，一边帮中共松绑，把人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是民主党干的吧？
把中国放进 WTO 是民主党干的吧？把奥运会的主办权送给中国共产党是民主党干的吧？把推行全球化，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是民主党干的吧？民主党为中共创造了那么多称霸世界的条件，他们嘴巴上是在谴责中共的，今天他们仍然在谴责中共。但是你觉得光嘴巴上谴责中共对中共有效吗？中共才不在乎你怎么去谴责他呢？中共要的是实惠，中共要的是机会，中共要的是他们在全世界扩张的机会。所以说这么几十年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无论是克林顿也好，还是奥巴马也好，还是南希·普洛西也好，你们无数次的谴责的结果，最终就是中共在全球做大了。全球做大的结果，今天也就是共产党的思维，共产党的红色意识形态已经散布在全球。共产党现在就通过他自己的这种邪恶手段，最终要把美国染红，把美国拖下水。本轮大选如果抗击不住中共，那么最终美国就向委内瑞拉化。一旦美国走向了委内瑞拉，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垮得很快。中共他统治全世界，在全世界称霸全球，把红色思维，把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把他的霸权思想占领全球，把全球人民奴役的这个目的，他就达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